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惊喜出手，全网炸裂，年度最美时刻居然是她给的。在人间以高概念烧脑叙事经验亮相翠贝卡电影节，赵丽颖演绎的假小朵实为男主分裂出的治愈型人格。你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这场人格间的爱情本质是灵魂与自我的终极和解。探长刷到一部短小精悍的剧集，概念高又烧脑，短短8集可以说是年度惊喜，让人欲罢不能。高概念，它有人格分裂、梦中梦、世界边崩塌边复原，烧脑又治愈；逼真的特效，它有时空静止、欲滴悬停，让人眼花缭乱；丰富的镜头语言，它有希区柯克变焦滑动变焦及主体不变、背景大小变化、抽象的符号、幻化的光影，每一帧都既有美学质感，又饱含信息量。而且就在昨天，主演赵丽颖带着这部作品受邀出席了翠贝卡电影节。要知道，翠贝卡电影节可是拥有奥斯卡学院奖、加拿大电视银幕奖以及英国电影学院奖3重认证。在人间则是首部登陆该影视节的华语剧集。探长很欣喜，仍然有人在好好做国产剧，而他也得到了多方的认可。很多人一遍还刷不懂，探长 N 刷之后才敢给你做推荐和深度解析。在人间，我是谁？一些观众看在人间看得一脸懵，因为它题材新颖，叙事先锋，一会鸵鸟上街，一会火车下海，再加上梦幻的光影、闪烁波动的世界，让人难以分清现实与虚幻。这明显是一个非正常人的世界。所以，在进入故事之前，探长奉劝大家首先摒弃掉正常的逻辑思维，不要纠结真假或可不可能。男主名叫徐天银访视，晚上开顺风车。他性格羞怯，内心细腻且敏感。棘手的是，他爱上了一名乘客，假小朵赵丽颖是。更棘手的是，假小朵有个男友张一山是。男友告诉徐天，假小朵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前男友为了摆脱假小朵，撮合徐天和假小朵在一起，特意约了个密室。他们在密室里爬着爬着，房间里的假山忽然高耸入云，环境越来越真实。还没等3人反应过来，前男友突然手滑掉落。正当他们命悬一线，假小朵竟然毫不犹豫割断了前男友的绳子，前男友直直坠下。更离奇的是，任务结束后，只有徐天和假小朵走出密室。假小朵否认自己有男友，而前男友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从 NPC 到我本位，剧中有一个重要的意象一直出现，蝴蝶。庄生晓梦的典故大家都已经很熟悉，庄子梦到自己变成蝴蝶后醒来，但他分不清此时自己是梦到庄子的蝴蝶，还是梦到蝴蝶的庄子。蝴蝶象征着徐天和假小朵，他俩不知道谁才是梦中的蝴蝶。下内容含有深度剧透。那么在剧中，谁是蝴蝶，谁是庄子呢？答案是徐天才是主人格，而且他有5个副人格，假小朵只是其中一个。假小朵也是副人格，那么为什么他可以驱逐其他人格呢？因为他是内核最强大的那个，强大到足以帮助徐天面对和驱逐其他负面人格。徐天爱假小朵爱的直着，假小朵同样爱徐天爱的深沉。假小朵是用爱浇灌和滋养出的副人格，源于徐天内心深处最值得被爱的自己。他就是跟徐天完美互补的另一面。徐天害羞、忧虑，假小朵独立、果敢。假小朵爱徐天，其实就是徐天爱自己。整个剧集其实讲述的是假小朵治愈徐天的过程，但治愈不是变得完美无瑕，而是拥抱真实的自己。假小朵会带着徐天实现不切实际的理想，比如站在马路中间指挥交通，比如像崂山道士一样会穿墙。这些看似荒唐可笑的理想，在假小朵这里却率真随性。假小朵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徐天。只有他懂徐天的羞涩，也懂徐天的执着。
他熟悉徐天的梦想，更理解徐天的顾虑。你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你的样子就是我喜欢的样子。贾小朵作为一个副人格觉醒，代表着徐天从 NPC 觉醒为我本位。他的行为与徐天的想法高度统一，让徐天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让徐天学会知行合一，而他也和徐天合二为一，做自己的 NPC， 做回真正的自己。徐天接受了贾小朵，也代表着他接受了真实的自我。他们分开，世界会分崩离析；他们在一起，就百毒不侵。最重要的是，一个在爱着，一个被爱着，他俩是天作之合。至此，徐天与贾小朵拼在一起，灵魂与肉体完美契合，形影不离，才是一个完整的我。贾小朵在现实中存在吗？剧中的贾小朵一直都是徐天内化分裂的一个人格，但从另一个层面看，贾小朵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试问谁不想要一个贾小朵呢？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明白我的荒唐，我的胆怯，我的脆弱，而且永远爱我，那个人一定是贾小朵，一定是另一个我。每当我们情绪低落、脆弱的时候，贾小朵就会出现。每当你孤单失落的时候，那个告诉你没事的加油，再坚持一下你可以的声音，就来自住在你心里的贾小朵。他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刻出现，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力量，给我们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前进的力量。那个人既是贾小朵，也是你自己。赵丽颖对贾小朵的精彩演绎，让观众喜欢贾小朵，寻找贾小朵，成为贾小朵。而这个角色对演员的要求也非常高。一方面，赵丽颖需要演绎出贾小朵的独立、自由、坚韧的立体感；另一方面，又要演出贾小朵和徐天既分割又融合的层次感。贾小朵既是一个被幻想出的产物，亦是一个独立的情感个体。这对表演以及对角色的理解都有极高的要求。她饰演的贾小朵可以分为2个版本。贾小朵 1.0 是徐天喜欢的女生，让人捉摸不透又富有魅力。她一次次主动吸引徐天，可是又一次次主动抽离，因为她要引导徐天从对外依赖转向被自己的内在吸引。贾小朵 2.0 则是装着徐天灵魂的贾小朵。贾小朵 2.0 才是重头戏，因为它代表着徐天的变化。刚开始他只装入贾小朵身体的徐天，天真单纯，充满好奇与惊喜。此时他虽然外表是贾小朵，但灵魂却是徐天。他举手投足间都是那个羞涩的徐天的影子，从微妙的抿嘴摸脸动作，到掩藏激动的游离眼神，以及宏观的形体，赵丽颖用精准的演技，自然流露出角色肉和神离的叠加态。镜子中投射的是贾小朵的肉体，肉体中潜藏的却是徐天的灵魂，即让观众看到角色的飘忽不定，也呈现出徐天与贾小朵的统一性和矛盾性。赵丽颖切换自如，让贾小朵在现实恋人和虚拟投射的多重身份中自由地穿梭。而当徐天从虚拟世界中退出，在电梯中突然发现自己仍在贾小朵的身体里时，赵丽颖通过一段照镜子的戏，将观众带入精神疾病患者的世界里，从进入爱慕者身体的兴奋忽然转换成惊讶和不可思议，然后又从惊异转化为惊愕、不解和否认。每种情绪持续只有几秒，转换自然又富有层次感。2次拍镜子，2次情绪完全不同，让观众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什么叫身份认知障碍。当最后医生告知他是贾小朵的身份时，剧情迎来最精彩的反转。认知障碍带来强烈的混乱、恐慌和失控，直至最终崩溃、麻木。在短暂的崩溃之后，他很快又陷入失去徐天的无限失落和悲伤中。当他帮助徐天，也就是自己，实现了原本无法抵达的各种英雄主义之后，贾小朵 2.0 也迎来转变。他变得自信且强大，他也终于可以驱逐那个最纠缠的副人格。下水道那段戏，既是赵丽颖演技的爆发，也是贾小朵 2.0 人格的爆发。
而一想到先前贾小朵跳楼是为了看自己会不会死，发现自己不会死，他就想好了怎么救铁林，那就是让铁林淹死他，因为妈妈是淹死了。当铁林淹死了贾小朵，也就是铁林淹死了自己，也是贾小朵淹死了自己，才能开始和解。你才会明白，这段话其实是贾小朵说给自己的，太让人心疼了。剧集最后，徐天完成了自我治愈，贾小朵让他学会知行合一，学会爱自己。但徐天并没有痊愈，而是选择把贾小朵藏在了心里。漫长的治疗终于演化成终极的浪漫，他们选择共生，互相喜欢，却又永远无法相见。但那又怎样？他们的故事不需要别人知道。徐天把贾小朵藏进心里，贾小朵都成为无拘无束的蝴蝶，在徐天的心中翩翩起舞。赵丽颖除了是主演，还是在人间的出品人之一。在人间风格先锋，题材新颖，为内娱注入了高级且新鲜的血液。但也因此，在人间的风险很高，赵丽颖依旧推动这个剧集项目，并担任胡心角色。最让探长欣喜的地方是，如果你了解赵丽颖，就会知道她其实早已命中注定就是贾小朵。依稀记得多年前，赵丽颖被一些声音质疑，说她脸圆演不了主角，但她一直憋着一口气。她不明白一个演员的价值为什么因为脸型而被定义，而她一路走来，对于每一个角色都默默努力。剧中的贾小朵敢想敢做，心里的想法总要试着实现。现实中，赵丽颖在2017年同样说过：“我想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想实现自我价值，我想拥有丰富多彩的人生，我想让自己过得更好。”他们都不被外界定义，忠于内心的自己，都想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他们也都用自己的生命与言行践行贯穿人类始终的哲学命题：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赵丽颖始终知行合一，非言后行，用作品说话。在面对奇怪的梦想时，贾小朵说：“不管是什么梦想都不丢人。”赵丽颖一样不为外界的看法，不惧失败。即便失败，至少我能收获一个经历。不在意外界的看法，做自己，奇怪一点也没关系。这不就是贾小朵吗？赵丽颖像贾小朵一样，目标清晰，内核稳定，独立坚韧，生机勃勃，不顾流言蜚语，对自己的事业有明确的规划，坚定地在演艺生涯中不断尝试，不息地燃烧，不停地成长，并在自我主体与社会角色中不断博弈选择，不被纷杂的外界言论动摇，而是用一腔热血坚持理想，守护信仰，在自我与现实的碰撞中摸索出自己的真正形状。多年过去后，从花千骨到楚桥传风吹半夏，再到如今的在人间，赵丽颖一直用作品说话，回应外界的声音，用实力打破了世俗眼中的刻板印象，不再是被随便定义和贴标签的小女孩，而是演艺生涯中九转功成，游刃有余。而今，在人间以先锋叙事和工业水准刷新了国产短剧的天花板，其国际认可度与赵丽颖的行业影响力共同推动了中国影视内容的全球化表达。赵丽颖在坚守演员初心的同时，也一步步进行题材的开拓，实现突破。她用一部部作品，一个又一个角色，讲述悲伤或喜悦的故事，去表达信仰的力量、梦想的价值和这个世界最珍贵的情感。如今，她已经从昔日的影视圈新人觉醒为我即本位的率性实力女演员，不仅活出了真自我，还创造了属于她的影视宇宙。曾经审判她的大千世界，如今不过是她的游乐场。赵丽颖，这个从偶像剧女主一路蜕变为实力派演员的名字，再次以一场毫无预警的惊喜席卷了整个网络。不靠热搜，不靠通稿，她仅凭一次安静却有力的亮相，一种极致又含蓄的美感，便轻而易举地让观众集体沦陷。这个年度最让人动容的瞬间，没有激烈的宣传战，没有喧嚣的炒作声，有的只是赵丽颖静水流深般的内敛、沉稳、
优雅，以及他对观众深藏不露却分毫不减的真挚回馈。从最初的惊鸿一瞥开始，无数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接力转发那张毫无准备的美图。这不是一个盛大仪式上的红毯战袍，也不是一场造型师精心设计的时尚大片，而是一张带着赵丽颖式平衡与张力的生活照。她穿着极简的浅米色风衣，站在落地玻璃窗前，手握咖啡，眼神温柔中透着一点锐意，仿佛下一秒便要走进你的生活。这种温柔且真实的美，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抚慰，让被快节奏生活疲惫击打的观众瞬间放松下来。也因此，这一幕被网友誉为年度最美时刻。为什么偏偏是赵丽颖能引发如此强烈的情绪共振？这并不是因为她刻意迎合大众审美，而恰恰相反，是她从不刻意，从不急于讨好。赵丽颖的美，不是流于表面的外形管理，而是一种通过角色浸润与内在修炼缓缓流淌出的气质。一如她在《幸福到万家》中饰演的何幸福，在《风吹半夏》中饰演的许半夏，再到在《人间》中挑战多重人格的贾小朵，她所诠释的每一个女性，都是与时代搏击、与内心对话、与命运抗衡的具象存在。这些角色不仅塑造了赵丽颖在演艺事业中的高度，也为她在观众心中的形象注入了更深层的情感连结。王一博代言官宣1小时 ，HH 全网订单狂飙，爆品瞬间售罄。王一博成为 Helly Hansen 全球代言人，携手传递海洋保护理念。其不设限的探索精神与品牌视野之外，向远而生的标语高度契合。粉丝称此次合作为蓄谋已久的双向奔赴。挪威品牌 HELLYHANSEN 官方微博官宣王一博于2025年6月8日正式官宣，成为挪威百年高端户外品牌 HELLYHANSEN 的全球品牌代言人，并配文：唯有心怀远方的勇者，敢以风浪为帆，向远前行。Helly Hansen 与 RUNIQ 王一博的远方探索正式起航。一起解锁 Helly Hansen 心动时刻，超多远航探索福利等你领取。王一博于2025年6月8日正式官宣，成为挪威百年高端户外品牌 HELLYHANSEN 海利汉森，简称 HH 的全球品牌代言人。此次合作选择在世界海洋日当天发布，既呼应品牌起源于航海的专业背景，又与王一博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青年代表、生态环境部气候传播大使的身份相契合，传递保护海洋生态的理念。粉丝及行业观察者认为，王一博的冷冽锋芒感与品牌专业调性有着高度一致，其不设限的探索经历如赛车、攀岩进一步强化了代言的说服力。广告文案视野之外，向远而生被解读为对王一博个人成长轨迹的隐喻，而且王一博能够成为代言人早有迹可循。早在王一博在2024年纪录片《探索心境》中多次穿着 HH 服饰，那时候就有着意向的合作。在纪录片中，王一博穿着 HH 服饰展示攀岩、帆船等技能，其突破边界的个人特质与品牌视野之外，向远而生的核心标语可以说是十分的高度契合。此次合作被粉丝称为蓄谋已久的双向奔赴。官宣视频以航海为主题，拍摄于挪威奥勒松，视频中画面具有电影级质感。王一博在片中化身船长，面对危险重重的大海，不畏惧困难，展现帆船驾驶、逆风前行的场景。旁白强调，逆风也能助你前行，为了纯粹拥抱自由，传递冒险与探索精神。官宣后1小时内登上泰国社交平台趋势前2位，国内粉丝晒单显示购买力强劲，部分订单金额达数千元，部分产品迅速售罄。王一博，一位在舞台上闪耀的艺人，也是一位在荧幕内外都极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无论是作为歌手、演员、赛车手，还是如今频频在各大品牌中出现的代言人，他的名字几乎成了品质与热度的代名词。近日，
HH 品牌正式宣布王一博成为其全新代言人，仅在官宣后1小时内，线上平台订单金额便破1000万元大关，热门产品更是在数分钟内被抢购一空。如此盛况，不禁让人惊呼，这就是王一博效应的真实写照。在竞争激烈、品牌众多的消费市场里，如何找到一个既有影响力又具市场号召力的代言人，成为了各大品牌思考的重要课题。而王一博的出现，无疑为 HH 品牌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他的代言不仅是一种商业合作，更像是一场美学与价值观的深度结合。王一博身上那种克制、专注、低调却锋利的气质，恰好与 HH 品牌所追求的简洁、高性能、实用与先锋设计理念不谋而合。此次代言信息一经发布，社交平台迅速炸锅，粉丝自发起话题词条王一博代言 HH， 短短几小时就冲上热搜榜前列，阅读量过亿。品牌官方平台、各大电商直播间更是人流如潮，相关产品链接频繁被刷新、点击、加购。爆品如飞行夹克、轻机能背包、都市骑行风运动鞋等单品迅速售罄，许多网友直言根本抢不到1分钟都没撑住，王一博的号召力也太强了吧！从过往经验来看，王一博的商业价值早已得到众多品牌验证，从顶级护肤品、奢侈品到潮流运动，再到国潮科技、绿色出行，每一次代言几乎都带来了一轮销售高峰。而这一次与 HH 的合作，更是在时尚圈、户外圈、运动圈引发3界联动。HH 本身作为一个兼具北欧户外基因与都市通勤风格的品牌，原本就有一批忠实受众。而在王一博的助推下，他成功实现了破圈，让更多年轻群体、女性消费者甚至宠物主群体关注到他的产品哲学。值得注意的是，王一博这次代言不仅仅是代言人身份那么简单，他亲自参与了短片拍摄、产品诠释、品牌理念演绎。在官宣视频中，他置身于高山、街头、森林、城市边缘等多种场景，在风雪、阳光、雨滴中穿梭，展现了一种自然与科技、静谧与运动、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张力美。视频整体风格克制冷峻，但极具视觉冲击，极大地增强了品牌的格调与影响力。有网友评论，这不只是广告，是王一博用他的方式在讲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双引号。而粉丝对这场合作的反响更是感人至深。许多留言写道，感谢 HH 看见了王一博的气质与力量，代言太适配了，从内到外都契合。为了一博，第一次认真研究了一个品牌，发现居然真的很好用。这种由人及物的消费路径，正是如今品牌最渴望的用户转化路径，从情感认同到实际购买，从一次尝试到长久使用。而这种信任的根源，正是王一博始终如一的人格魅力与职业态度。他从不喧哗，但每一步都踏实、坚定。他话不多，但每一次出场都精准表达自我。他没有刻意讨好市场，也没有刻意迎合观众，但观众却总能在他身上读到真实与热爱。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每一次商业合作才不是浮于表面的营销，而更像是一次价值观的种植。HH 品牌方在发布会后的采访中也坦言，选择王一博是一次双向奔赴的选择。他们看中的是王一博对极限运动、自然场域的热爱与敬畏，更看重他在都市与山野之间自如切换的气质。而王一博选择 HH， 则是因为它不是一种单一的商业符号，而是承载了自由、探索、本真这些他始终信仰的关键词。而当销售数据如潮水般涌来时，我们或许更该思考的是，为什么是王一博？为什么他的商业价值能如此持久且强大？答案也许很简单，因为他始终走在时代之前。他不被标签定义，却能一次次打破标签。他看似沉默，但每一步都精准出击。他不是那种用话语权说服世界的人，而是用行动力赢得信任的人。
正如这次 HH 广告片最后的一句口号：“你要的自由在路上。”这也许正是王一博与粉丝与品牌之间最真实的链接。每一个追风的人都终将在自己的节奏里抵达属于自己的远方。写到这里，我们也想对每一位读者、每一位粉丝说，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热情、温柔与坚定。是你们的陪伴与支持，让王一博能够不断挑战、不断突破、不断成为更好的自己。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是荧幕之上、舞台之下，还是品牌合作、文化输出，他都将继续带着那份清醒的热爱，走得更远，看得更高，也活得更真。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个王一博乘以未知品牌的故事。依旧热血，依旧出圈，依旧不凡。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